手选到的红色。是的。那么在蓝色的话，感觉这个技应该是放不出来的。红色也是快手更喜欢的一个这个方了。没错。LGD 这边新班鲁格纳什，张良开始上班了。张良现在成为了一个比较好用的点了。镜没了，那可以考虑3楼。如果公孙离左边拿到的话，快手3楼就可以出飞。是的。空华也放不出来，2个全部都是班的小9的开团英雄，不是小仔的开团英雄。要看 LGD MBW 1楼抢什么。真香组合也。四地深渊。仓同样是个高位。他在射手上面的排布还是算的比较清楚的，基本上就是等到妖刀的一些对位比较好打的英雄都没有了以后，然后再拿。因为对面现在妖刀还有公孙离嘛，但是拿出来的话就会被仓克制。是的，快手1楼亮了狂铁，后边加个戈亚，3楼有可能是个野河呀。狂铁可以配野河。这么打，主要阿古朵他们就不太好出了 LGD MBW， 因为他如果亮一个阿古朵出来的话，快手就3楼路骂了。苏烈加沈梦溪这个阵容，中辅很强，而且小仔的苏烈一直都挺有画面的。那看一下这个飞要不要锁？直接锁飞，不管你是什么射手。仓的话也是飞，相对来讲比较好打的一个射手了。不会像狄仁杰或虞姬那样有些麻烦处理起来。也像我们说到的，反正在抢分阶段，对于快手来说，什么胜率高就先倾向于哪一方，然后剩下的问题之后再解决。今天这是句号的第3把野河了。没错。后边搬掉了关羽，小白熊这盘很有可能会玩哪吒呀，看到了哥呀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而快手搬的全是小洛，他并没有去针对小白熊，这样小白熊可以拿到一个很舒适的打野。LGD MBW 搬掉了是沈梦溪对位相对比较怕的火舞以及张飞，海月也搬了，那这样给流浪倒是留了一个嫦娥，可以去顶住沈梦溪的一个节奏。他选择了自信的安琪拉，自信。因为流浪的安琪拉9战77.78%的胜率，而且我专门去看过他整体的一个数据，就是他的安琪拉没有说我一定要去跟谁打 combo 或者跟谁去打一个对位，他就是我拿出来打什么阵容都可以。我印象中这样的安琪拉，他们安琪拉跟飞的组合拿过蛮多次的。你的存在甚至无法让我认真起来。小洛这边拿到姬小满打狂铁，橘右京，橘右京，这也是小白熊这个赛季2战全胜的英雄啊。然后搭配到了小洛的姬小满，因为姬小满这个英雄，他在团战切戈亚也是相对比较轻松的。这个橘右京倒是没想到。牛气冲天，牛魔打苏烈，牛魔打苏烈，今夕是何年？这确实是子阳的风格。没错，而且牛魔这个英雄在子阳手里，这个赛季也是2战全胜的。牛魔跟戈亚老早的时候就是一个强势组合了。因为他们整体的一个开团，然后包括牛魔被动给到戈亚做到一个叠加以后，他们整体的对线强度也会更高。还有牛魔挂上1技能印记之后，然后多段伤害的戈亚可以瞬间帮他打叠层叠得很高，没错，还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爆炸伤害。这把有种什么感觉啊？英雄亮出来了以后，这把要频繁打架了，感觉是一个战斗爽的局。阵容是一个战斗爽的局啊。LGD MBW 好像也是，没毛病。两边要拼对抗了。对的，而且在对抗的这个层面上面的话，他们的中野辅前期都不弱。这把选橘右京，我觉得 LGD MBW 应该是想打野区，不想让句号再像前2局那样拿到野河发育的那么舒适了。对，橘右京本身就是一个吃优不吃烈的英雄，他对位到一些野河的时候，他就要利用自己的前期的强度爆发。蹲点的能力，这盘还有苏烈，又有强控，有沈梦溪的一个强力支援，还有姬小满，他们这盘很容易在野区打出画面。还有还在河道两边就是拼谁能站住视野，河道视野谁站得好，谁这盘先手就能打得很好，而且双方先手基本上都是出手就要对手的命。对的。而且在先手的这个英雄上面，我觉得在游走位置上面也要关注，
一边苏烈一边牛魔，而且小仔和子阳啊，目前分别是游走位置 MVP 次数的榜1和榜2。 都是靠这手开团拿的 MVP 啊。对，然后这一把两边拿到的又都是开团型的英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盘应该是对抗强度，今天看起来应该会是最高的一盘。对，打架应该是最激烈的一盘了。对，从阵容上面来说的话是这样的。然后从局内的一个节奏角度的话，杭州 LGD MBW 他们的一个中野辅，是强度比较高的。然后橘右京这个英雄会随着时间的一个增长，可能慢慢的会变得乏力，但是后期有小满这个点站出来。 而苏州快手的话呢，它则是中野辅依旧很强的同时，双边也不弱。是。这一盘其实不仅仅是这一盘了，我甚至感觉流浪他有把安琪拉当成了一个火舞的下位替代了。对，他是一个不用进场的这种火舞的角色，有控制有爆发。嗯。 也是因为他对于这个英雄的理解和熟练度实在是太高了，这就属于真的绝活英雄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，双方的这一小局比赛，蓝色方杭州 LGD MBW， 红色方苏州快手。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全军出击，初心荣耀，初心荣耀，初心荣耀，长梦公司，长梦公司。 这一小分，如果说快手获胜的话，那么他们将会拿到自己第3轮的首胜，同时杭州 LGD MBW 在今天就会直接去锁到败者组。但如果说 LGD MBW 获胜的话，那不论今天最终的一个结果如何，他们都不会在今天直接去锁定到败者组。没错，就还有保留理论积分的一个可能性，可能会有极端情况出现。没错，那种情况确实是比较少见的。 还是要尽可能去争这个大场分。劣质，下做劣质，被 LGD MBW 守下来了。哦，飞在版本更新之后啊，他的大招对于野怪不再进行缩写了，对手是可以抢的。这个点在这个版本。 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，不会再像之前一样，相当于一个100%控龙的一个状态。但是他在这个墙上的一些个强化普攻的伤害是得到提升，牛魔顶并没有交闪流，更多的是一个威胁，抢了波线权。然后下路是一个2打1，小仔这边应该是能够和小友去把那个赤甲给控掉。 两边这一把的中辅都是要频繁的去抓一个河道的视野的。上路来找这个赤甲，砸一下，但狂铁前期不怕，主要是为了拿这个赤甲。句号是交惩拿的，再交大招收一波兵线，发育一波，然后狂铁过来帮他提速，还是以发育为主，等到4分钟再打。对的。 这个空间之灵，目前来看，橘右京会过来呀。那对于 LGD MBW 来讲，少了个苏烈的情况之下，这波看他们要不要争了，没有选择争。目前其实感觉到的一点就是两边游走的一个站位是不太一样的，对吧？子阳是一直和流浪一起中上这样转，然后控到空间之灵再下来帮忙解线。 而小仔的话呢，则是多在下半图的这个河道位置去站视野，保护小九的发育。这是两边前期在节奏上面的一个小的区别。哇，这波流浪的消耗也不错啊，把小白熊打到了半血。这把小白熊也是一个红刀橘右京，也是要当核打的呀。 但说到橘右京，也是他这个赛季100%的一个英雄了。同样，对于句号来说也是啊，两边对于橘右京的熟练度都很高的。对的。所以我觉得反过来说，句号应该也知道怎么样去打橘右京，对吧？把橘右京一套给他秒了，不能让他交出技嘛。
分钟。两边都准备好了，但上路线权是萝卜狂铁拿到的。而且河道这个位置，流浪又是一套把小仔给打残。小仔这个状态可以卖被动，被动直接被打了出来，然后萝卜二技能过来敲了一下，主要是为了卡位置，让龙这个位置拿到了，然后正面交了一个闪现后撤，怎样大招帮忙拆火。快手拿完龙，这波苏烈去留人没有留住。 稍微有一些亏，因为小仔这波他的被动和闪都没有。下路想推塔也不好推，这样就只能再发育一轮野区。双方好像都找不着推塔的一个契机啊。对，因为没有产生人数差。因为整体中野辅的强度差不多，然后我不会轻易放塔的。对。 要打便打。牛魔这边看一下这个大招有点想开，然后上路的一个位置也在抓，但是下路刚刚那波开团确实有了效果，就要拿到第一滴血。上路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机会，小白熊也把萝卜给留下。双方打野都有所收获呀。就要不有将近5分钟时间没有人头爆发，一杀就是两边打野一起开花。下路的话是被牛魔顶到了，接了一手估计是大闪吧，配合上句号的飞过来收了1血，小白熊拿的是2血。这样的话，两边都可以在拿到击杀的那一条线推出一条优势线，可以接受。但是快手的动作是比 LGD MBW 快一波的，且上路让句号把这个塔守下来了。没错。而且下路还有一波线已经到了2塔的位置，要被防御塔消耗掉一部分兵了。想动手啊！因为在这种换节奏的过程当中，快手它的跑图能力会更强。 且他是动手比较快的，对的，他是先动手拿了1血，然后下路断完线之后就直接往上转了，所以他们的速率上面会快一点了。现在，包括子阳这把出的也是一个疾跑鞋。我们来回顾一下，这是上路的击杀，上路萝卜没闪。 因为在4分钟龙团的时候，当时已经交过了，然后下路就是当时看到子阳的一个先手画面嘛，然后应该就是句号进去流收掉。说实话，应该给我们下路的回放。但是当时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先手点了啊，对，牛魔2技能顶到了，一个大闪拍到了，然后飞过来之后一个大招斩了，对，就这么个画面大概。哎，看一下下路这个位置要来压小洛一砸，但是砸到的是一手狂铁。 还是在互换一个边塔的节奏啊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还是快手这边他的跑图能力会更强一点。快手是想打进攻进红区，甚至把下2塔推了，以方便在后续红区的打架。但 LGD MBW 因为他阵容是个仓，他不能够一直保着仓去进对面的红区，去做红 buff 的置换，他现在只能想办法把自己的野区守住，保证小九的发育。 安琪拉2闪非常自信，再来个牛魔的大闪，接上戈亚的大招，一个甩尾收下。这流浪配合出手就是击杀，太果断了。安琪拉是的，好自信啊！2闪打先手，子阳跟上，妖刀收割，环环相扣。行招之剑接2技能顶一下，消耗一波。 这样少了个中单，中一塔不是很好守啊，因为清线点不是很够，而且上路狂铁是断线的，可以过来中路。而且正面的话，流浪直接大招去压住了位置，把小仔给打残。子阳顶在前面卡一波位置，把兵线送进来。第一时间，小白熊这边拉扯一下把兵线给清了，但是句号去把这个红反了，所以1来2去还是快手更赚。对。 想要又找萝卜，闪现直接追啊！然后找到之后排了一个妖刀，妖刀的话闪现给拉扯开了，正面萝卜扛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，看看能不能够顶住，顶不住被小九给带走。然后流浪这一波，安琪拉的大招打的效果也非常不错，妖刀绕了回来，想要去追，但是没有视野，不慎追了。是的，这波本来是追萝卜的，追着小洛飞到了妖刀面前，他就转头去打戈亚了，导致萝卜扛了还蛮久的。是的。 双方都有这种抓单能力啊，爆发控制都挺足。打的过程当中，两边现在在经济点上会出现一些区别啊。快手这边它经济高的是打野，对吧？因为句号一直在耍。句号这盘又要超过他的10分钟胜场的经济均值了。
目前快9分钟的时间，它是7300，而杭州 LGD NBW 的话呢，则是在整体比较均衡的一个过程当中，3个核都有比较好的一个经济。是的，前面我们也有聊到过，句号一旦他的这局的经济超过了他胜场的10分钟均值，他的胜率将达到82%，很夸张。看一下其中右草直接被流浪打了一套，飞要绕红贝有个鸡小满。 看到了流浪，不知道这个草里面有一个鸡小满，然后回头很细节躲了一下，然后自己反打不上去，把小鹿给秒掉了。拍4个还可以直接做一波追击，但苏烈的话利用大招卡一波人2技能要顶下，但被妖刀给收掉了。流浪又一波2闪接1技能把小九的仓给秒了，太自信了。句号再烧一个，下路有兵线，大招挂上小白熊没了10分钟都没到啊！要终结比赛了，到底是谁蹲谁？ 下路的兵线进来，对面只剩下了一个黎明，非常难守，可以选择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苏州快手3比1战胜了杭州 LGD NBW， 也终于拿到了自己在第3轮的首场胜利，终结了自己的连败，同时送给了对手4连败。这场比赛过后的话，快手我觉得他们是找到了自己